今天我们来聊聊孔子的学习过程。孔子这个名字在中华文化里可是响当当的，他被尊称为至圣先师，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。他的思想和教导影响了中国几千年，也影响了全世界。但你知道孔子是怎么学习的吗？他到底是怎么成为这么伟大的人物的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讲讲孔子的学习过程。孔子出生在公元前551年，地点是今天的山东曲阜。他出生的时候家里条件并不好，父亲孔哥已经60多岁了，母亲颜芷在还很年轻。孔子3岁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，他和母亲相依为命，生活过得挺艰难的。尽管生活条件不好，但孔子从小就很聪明，特别好学。孔子的学习过程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，他不仅自学了很多知识，还向很多人请教，通过实践来积累经验。孔子曾经说过，3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只要3个人一起走路，其中必定有1个人可以做我的老师。这种谦虚好学的态度特别值得我们学习。孔子特别注重向他人学习，他曾经专程去洛阳向老子请教礼仪。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，他的思想和智慧对孔子影响很大。孔子从老子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道德和礼仪的知识。除了老子，孔子还向其他很多人请教，比如他向乐师学习音乐知识，向谭子学习古代的礼仪制度，向长虹学习音乐和天文知识。他通过向这些专家请教，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。孔子也非常注重自学，他通过阅读古籍，思考问题，不断积累知识。他曾经说过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惘，思考而不学习则危险。他强调学习和思考要结合起来，这样才能真正学到知识。孔子读了很多古代的经典著作，如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等。通过阅读这些古籍，他了解了古代的历史、文化和礼仪制度。孔子不仅注重理论学习，还注重实践。他通过实际的体验，不断验证和深化自己的知识。比如，他在鲁国担任过小官，负责管理仓库和畜牧。通过这些实际工作，他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。孔子还经常带着弟子们四处游历，通过游历，他了解了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，也传播了自己的思想。孔子30岁时开始创办私学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人学校。他主张有教无类，意思是不管你是富贵人家的孩子，还是穷人家的孩子，只要有学习的意愿，都可以来上学。他的弟子来自不同的阶层，通过教学相长，孔子不仅传授知识，也从弟子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孔子的学习态度特别值得我们学习，他非常谦虚，从不觉得自己已经学到了一切。他总是保持着好奇心，不断探索新的知识。他曾经说过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他强调要诚实面对自己的知识水平，不断学习，不断进步。总之，孔子的学习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、不断积累的过程。他通过向他人学习、自学、实践和教学，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智慧。孔子的谦虚好学的态度特别值得我们学习，希望我们都能从孔子的学习过程中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